沈玉走进唐之灵跟前，行礼道：“拜见荣亲王。”唐之灵今天是来给沈玉撑腰的，见他这么疏离的称呼，皱了皱眉头。他本就没多在意沈玉，于是挥了挥手，示意武丹把东西拿过来。沈玉少爷，这些都是王妃亲自给你准备的，你收好了。沈玉听到沈妃的时候，眸子里才有了暖意。帮我谢谢阿姐。既然你喊王妃阿姐，那就喊我姐夫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国子监放假就到王府来吧，他很想念你呢。沈玉并没有顺着这个话口喊人，他沉默着拿着沉甸甸的包裹。沈玉是感激沈妃的，毕竟要不是他或许就是别人家的奴仆，或许又同李姑姑一样早就死了。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唐之灵会是皇子，会是益州王的亲弟弟。谢家的财产是他主动交给皇上的，他不后悔，毕竟谢家只有他一个人了，有那么多的财产就是催命符。作为交换，皇上处死了益州刺史鲍恒，只是沈玉没想到益州王会躲过一劫，如今还好好的生活在城外宝华寺那边的山脚。沈玉想起益州王就暗恨不已，他知道靠皇上替他们一家报仇是无望了，只能靠自己。沈玉对唐之灵的表情也是淡淡的，他以后要做的事情很危险，他不能连累阿姐。谢谢，只是我学业繁忙，恐怕没有时间。唐之灵上下扫视沈玉，想起沈妃和他说过的话，就想起了沈玉的身份。他倒是把这茬给忘了，他也不强求。随你。于是直接转身离开了。陆思业等人急忙跟在唐之灵身后开始送人。徐博士很不理解，沈玉啊，那是荣亲王啊，你为何不亲近一些呢？沈玉摇了摇头，他不能靠近阿姐，不能。谢谢父子。沈玉直接提着包裹向座位走去。在太学学习是要住宿的，每月只有初一和15放1天的假。徐长卿已经习惯了沈玉沉默的性子，只以为他是单纯的不喜欢和人打交道，于是也摇了摇头。这个性子在官场上也很难走远，就算有几分聪明也难成大器，毕竟官场错综复杂，不是学习好就行的，也要懂得人情世故，官儿才能当得长远。沈玉并不知道徐博士的感慨，他坐下之后继续心无旁骛地写文章，下笔的速度都没有慢下来。众人还以为他没受到影响，其实他的内心并不平静。唐之灵走出了国子监，就想起了益州王。走，出城看看吧，黑探头干什么呢？看看他有没有好好给本王喂马。马车的速度很快，只用了半个时辰就到了城外马场。唐之灵下了马车之后，就听到了小孩子的大叫声和笑声，他顺着声音的方向走了过去。此时小福宝正骑在楚敬宗的脖子上，小手抓着他的头发，小嘴里发出欢笑声。快，跑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好，咱们跑快些，坐稳了，咱们加速啦！喊完就驮着小福宝在院子里转圈的跑起来，小福宝发出了嘎嘎的笑声。楚玉红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父亲，整个人都呆住了，他都不敢想象父亲有一天会驮着哪个小孩哄他玩耍。楚玉红这一刻觉得他并不完全了解父亲，他知道父亲不会为了巴结荣王府就这么替人家哄孩子的。父亲犯浑的时候，皇上他都骂过的，如今对福宝堂弟竟然是这个态度，楚玉红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他不知道的事。小小的楚玉泽眼巴巴地看着黑脸父亲逗堂哥开心，他心里羡慕得不得了。唐之灵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幕，他双眼愤怒地看着小福宝和楚敬宗，他的崽崽竟然跟黑探头这么亲。楚敬宗看到唐之灵来了，吓了一跳。小六，你怎么来了也没个声音啊？小福宝看到唐之灵也收起了笑容，这一刻他竟然有一种被抓包的心虚感。你怎么来呢？怎么，只能你来我就不能来啊？还是你觉得我来了打扰你们了？是呀，你不来我们玩得好好的。仔仔是我儿子。那也看我头上这位承不承认了。你……唐之灵气红了脸。楚玉红摸着脑袋，想不清楚这三人的关系是怎么了，竟然这么别扭。他们说的都是什么啊？这么奇怪。唐之灵的心情很复杂，在他的心里有两种情绪，不管小福宝的哪种身份都让唐之灵吃醋。吃小福宝和楚敬宗的醋，唐之灵就这么看着两人不说话。小福宝也小脸紧绷，同时还有被抓包的心虚。他伸出手拍了一下楚敬宗的脸，示意他放自己下来。
楚敬宗站着，牢牢地握着小福宝的双腿，没有动作。把我放下来，快点！楚敬宗只能蹲下来。小福宝主动地来到唐之灵的身边，牵起他的大手。唐之灵想要甩开小福宝的，可是想到在楚敬宗面前，于是干脆弯腰把小福宝抱起来。跟不跟我回家呀？回家。唐之灵得意地扫了一下楚敬宗，哼了一声，就带着小福宝转身离开。他以为楚敬宗会生气，谁料楚敬宗只是笑了笑，没有继续刺激唐之灵。等人都走远了，楚敬宗才开口：以后多和小福宝亲近，还有在学堂好好念书。楚玉红不知道小福宝和父亲说了什么，让父亲的情绪这么稳定，但这是个好现象。父亲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楚敬宗没有继续搭理两个儿子，转身就回到了房间。楚玉红觉得父亲怪怪的，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内心好奇不已。回去的路上，唐之灵和小福宝坐在车厢内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小福宝看着唐之灵这样，主动开口道：你不要多想，我就是和老三玩玩。那人是你自己养大的，感情就是不一样哈。小福宝听到唐之灵这么酸的语气，很无奈，他只能向唐之灵的怀中靠去，窝在他怀里。小福宝也是有些小别扭，他一把年纪了，还得哄孩子，也是难呢。不过呢，这人是不一样的，两人的身份注定了这辈子相处起来尴尬和别扭。唐之灵虽然没有推开小福宝，但也没说任何软的话。如果你不想看到我，我可以向皇上建议你们去洛阳封地。小福宝知道他是不能离开长安城的。你想和我们分开，不要这个家了？不是，就是我的存在好像让你很别扭，活得也不开心，不如就分开的好。唐之灵内心慌乱，他搂紧了小福宝。不可能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不管你上辈子是谁，上上辈子是谁，你这辈子都是我儿子，我现在是你老子，所以你要听我的，我说不能分开。唐之灵的孩子不少了，但和小福宝的感情是最深的。小福宝没有反驳，什么身份不重要，不管怎么算，他们都是一家人。唐之灵见小福宝没有开口，害怕他去跟皇上建议，要是圣旨下了，这就改不了了。你不要说去洛阳的事啊，咱们一家人都要在一起。好，不分开。于是父子俩就这么温馨地回到了荣王府。沈妃知道是唐之灵亲自去城外接的小福宝，很是高兴。唐之灵，你亲自接的仔仔啊，真好。哎，怎么又直接喊我名字了，不叫王爷了？这不是没有外人在吗？有外人在的时候，还是要给你树立威信的。都听你的。晚上一家8口在一起吃了晚饭，三胞胎已经可以吃饭了，所以也都坐在宝宝椅上开始用晚餐。学堂的老师已经选好了，明天正式去书院教书。小福宝，你带着妹妹们去念书。我喜欢念书。最好是这样，你要是上课的时候中途跑走，夫子是会打手心的。你放心，小叶子最乖呢。花花，你也去学一下这边的知识。好。沈妃说通了几个大的，就看向三胞胎。恒儿，你要是愿意去学院，也可以去。我去，鬼才想去上学呢，他就要在家混吃等死。哎，好不容易这辈子投胎当上了人上人，他才不会去上学呢。那好，那你就留在家里照顾2个弟弟。翌日，王府的下人就赶着马车去送孩子们上学了，其他的学生也都从家里出发了。杨少奇是小叔杨昭亲自送过去的。杨昭这几年已经成熟不少，不是那个从前喜欢爬墙的少年了。两拨人就这么在福宝书院门口遇见了。小福宝下车之后，就见到英俊不凡的杨昭，他的眼睛一亮，是个好青年啊。小福宝站在地上，仰着脖子，把杨昭从上到下看了个遍。杨昭一低头，就看到比侄子都小的小屁孩看着自己。希儿，好好学习，和同窗好好相处。叮嘱完了，直接翻身上马，勒起缰绳，夹起马腹，一人一马就这么冲了出去，好一副少年英雄的气魄。杨少奇，你小叔定亲了吗？没有，小叔要守孝，还没有定亲。很好。杨少奇不明白什么，但他也无暇顾忌了，因为看到了花花。他扔下了小福宝，向花花奔了过去。花花，我来啦！
花花看到向他冲过来的小屁孩有些头疼，不过嘛，现在的这个小屁孩是干净的，没有眼泪和鼻涕糊一脸，勉强算是可爱。花花只是对杨少奇冷淡的点了点头，杨少奇也不气馁，还是跟在花花身边。这时候到了教舍内，两位夫子裴楚和夏琪已经在等候他们了。以后我和夏先生就是你们的夫子了，给你们启蒙。等朱玉安也到了之后，几个小孩就正式开始了启蒙的课程。小福宝会这么老实的坐在这里上课，也是想看看夫子的本事。一堂课下来，小福宝觉得娘亲找的人不错，竟然还淘到了不错的夫子。至少裴楚这人不死板，面对小叶子的童言稚语也能耐心的解释。小福宝只听了2节课就开始翘课了，好在两位夫子已经有了唐志玲的叮嘱，他们对待小福宝也宽松。课堂他想来就来，不想来也不强求，但是要对王妃保密。两位夫子不明白，但也没有忤逆。小福宝正好趁着来上课，偷偷的进了皇宫。此时皇上刚刚打发了几个大臣，正在想去哪个妃子的宫中用午膳的时候，就被告知小福宝来了。喂，请容世子进来。是陛下。午膳就摆在这儿吧，多做些甜食来。是陛下，老奴晓得了。好了，你退下吧。很快小福宝就被请进了勤政殿。皇上已经听到暗卫的禀报，说了昨日在马场的事。皇上还知道了小福宝和楚敬宗玩了骑大马的游戏，他现在也是吃醋不已。他觉得这老三太阴险了，竟然用了这一招，为了争宠就连脸都不要了。小福宝见皇上狐疑地看着自己，好奇地问道：干嘛这么看我？听说你昨天见老三了？小福宝没看皇上，直接走到软榻那边，脱了鞋子自己爬了上去。过来，咱俩下一盘。皇上见小福宝不搭腔，撇了撇嘴，但是还是在另一边坐了下来。你要白子还是黑的？接着下吧，不用新开棋局呢，白子或者黑子你先选。皇上也不客气，这盘棋困了他很久了，他还没想到破解之法。我选黑子。此时棋局上明显是白子落于下风，被黑子步步紧逼，显然进入了绝境。小福宝白了一眼皇上，哼，粗些。嘿嘿，想看看您如何脱困。小福宝淡淡的扫了一眼皇上，伸出小手下了一子。皇上的眼睛一惊，你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皇上看着小福宝伸出小手捡了好些棋子，棋盘山空出了好些地方，整个棋盘上白子和黑子又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。皇上很是佩服。还是你厉害呀。哼，你还嫩着呢，作为帝王就要掌握平衡之道，朝臣们就像这些棋子，切忌偏心，打破那平衡，明白吗？皇上想到最近下的几道命令，心中一凛。是。小福宝并不想过多的插手朝政，还是要看皇上怎么做，他只不过是偶尔敲打敲打就好。如今的皇上已经有了当帝王的经验，整体来说小福宝是满意的。尤其是这2年大禹朝没了战争，东西突厥都老实了，朝廷有了高产的玉米和土豆等农作物，粮食也高产了。尤其是玉米，在边关的土地上耕种，士兵们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大禹朝这2年算是休养生息呢。小福宝很满意皇上的作为。昨日我亲自问了那个苏先生，他全都交代呢。这苏先生一定要找到。那老三说没说苏先生是怎么去的益州王府？他和老三还有什么谋算？老三之前的谋算你不是知道吗？就为了你的位子啊。也对，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，老三就有了狼子野心。皇上想到过去益州王的受宠，害怕小福宝被哄了过去。老三这人奸猾得很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放心，老三这辈子歇了和你抢皇位的心思，他也就在城外马场安稳度日呢。好。苏先生这人是个隐患，你多派一些人手，仔细的查一查。这东西你看看。这是老三交代的有关苏先生的信息，你好好看看，或许对找人有帮助。好，
朕会派人去找他，就算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小福宝怀疑袭击荣王府的人就是那位苏先生干的，这仇他一定要替娘亲报了。小福宝想到了太子，继续说道：太子的年纪也大呢，还是缺少锻炼，不如把他扔到城外军营锻炼锻炼吧。啊，这为什么让太子去军营啊？军营辛苦。祖上的皇上哪个不是能文能武的？就算是我当年功夫不行，但也是能领兵出征的。可是你呢？你能亲自领兵出征吗？啊，这皇上尴尬了，他不行，去不了，遭不了一点罪。太子得好好的培养起来，皇家也要了解一下士兵的苦楚。还有楚家宗室的贤人也可以扔到军营里锻炼锻炼。要是真有哪个有天分的人，也可以培养起来。不能大禹朝的大将军都是外姓人，还是要有些我们楚家人才行。皇上明白了，这也是平衡之道。好，太子的事我去和他说。小福宝想起唐志玲也闲着，还容易想七想八的，把荣亲王也送过去吧，让他陪着太子。为什么把小六送去？小福宝有自己的打算，但不准备现在就说，现在还要看看他是不是那块料。他每日闲的屁股都要长茧子呢，让他出去见识见识。皇上心想，好吧，这是你爹，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吧。行，那我就免了他在主客司的职位，让他去军营。不必，职位牛子，就是让他锻炼锻炼。还有那个广安侯世子也去军营，跟着荣亲王一起下去锻炼。皇上仔细瞧着小福宝的神色，不知道朱坤鹏怎么得罪他了。那也好，有2人和太子作伴也是好的。对呢，佳慧的婚事你有没有想过，她的驸马离早呢吗？皇上还真忘了这个小妹妹。佳慧是先皇的老来女，那时候还算受宠。皇上当然不能承认她忘了选人，立即在脑子里扒了一下几个大臣家的孩子。我有几个人选，就等着让佳慧选呢。你说说都有谁？兵部尚书陈景的小儿子陈弘泰，还有刑部尚书陈昭的长子陈其瑞也不错。不妥，这2家人不仅有婆婆在，还有太婆婆呢。佳慧虽然是公主，但长辈也得敬着，这2人都不行。小福宝现在算是看出来了，女人的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她从前觉得是好人家的不一定真的好，看看她娘亲这样的才是真的好，家里没有小妾糟心，上面没有长辈压制，这日子过得是真的爽。从前觉得得找父母双全的人家，现在觉得父母双亡的也不错。你眼光放得长远一点，选一些青年才俊，但最好上面没有长辈的人家。那样会不会太委屈了佳慧呀？恐怕母后和太妃那边会反对的。不用管那些老娘们的意见，就听我的，照着我的标准找，要家世显赫，父母双亡的。好，我这就去找找。要找那种没有通房小妾的人选。这会不会太难了？怎么难呢？就得选个人品好的正人君子。是。皇上面上附和，心中则是叫苦不堪。你自己上辈子这美人是左一个右一个的，到了女婿这就不行了，还真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。归德将军的弟弟杨昭，你重点关注一下，这小子好像不错，你悄悄查查他的根底。好，朕就派人去暗中查查。强哥，你如今都长这么大了。阿姐，我长大了吗？你看看，我要有你高了呢。是啊，就是成哥也长大了。你们在学堂念书，念得怎么样？阿姐，我和展成已经从学堂出来了。是什么原因？钱不松手吗？沈飞有让明月给孙家送钱的，虽然不多，但是足够2个孩子念书了。阿姐，是我们不喜欢读书了。阿
阿姐不是这样的，哥哥喜欢读书，是我生病了，上边花了好些钱才把学费给用完的，我和乐乐才退学不念啊。沈飞一听是这样，知道不是孙旭夫妇有意苛责孙展祥，也就不计较了。那好，你们两个从明天起就去我开的书院学习，以后啊都不用交书修了。阿姐，你说是真的？书院在哪里？孙展祥也是渴望地看着沈飞。自从他家里发生了变动，孙展祥虽然小，但是也成熟了不少。他当然想继续念书了。他大哥就通过科举，现在已经当了县令了。他将来也想有一番作为。福宝书院呢就在国子监隔壁，以后你们两个就在那边上学了。你们好好的学，没准儿以后还能考上国子监呢。阿姐，我们行吗？行不行的要靠你们自己咯。不过啊，天道酬勤，勤能补拙。阿姐，我们听话，一定好好学。书院是有宿舍的，你俩可以住在书院，省得每日来回奔波。好，阿姐，我们都听你的。阿姐，我们会放假吗？当然，每旬休2天。阿姐，我去书院念书。沈飞说通了2个少年之后，又留了2人在王府吃饭。此时福宝书院内，楚玉红也在参观学院的宿舍。他们原本都打算每日通勤了，加上王府给了他们马车，他觉得就算奔波一点也没关系。但是他现在改主意了，他决定带着弟弟妹妹住在学校的宿舍。宿舍的房间都是4人一间的，他正好可以带着弟弟们住，就是2个妹妹稍微有些困难，实在不行就让妹妹们住隔壁的屋子。书院内的条件可比城外马场好不少呢。楚玉红有了想法，但是还要先问过沈娘才行。所以放学之后，楚玉红还是跟着小福宝等小孩一起来了荣王府。沈飞知道孩子们下学了，亲自在门口等着孩子们，毕竟第1天上学，还是想知道他们在学校里怎么样的。然后就看到了一群小萝卜头，他们家的3个，益州王府的5个。红儿，今天在学堂还适应吗？沈娘，学堂非常好。咱们先进去，晚上已经准备好了。等到了后院，楚玉红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。沈娘，我看学院还有宿舍，我和弟妹们也想住在里面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之前没有这么说，也是想着你弟弟们小，离不开父母。师娘，弟弟们跟着我就好，我能照顾他们。就是我的2个妹妹，不知能否让庶母来学院做工，顺便照看妹妹。沈飞沉思起来，思索片刻之后才道：红儿放心，我从王府派2个婆子去书院，他们以后就留在书院了。以后宿舍呢，我也会分出男舍和女舍。感谢沈娘了，沈娘想得周到。沈飞知道楚玉红在想着给家里创收，就说道：等城外的熊猫馆开业，给你们一个小铺子，你可以和家里人商量一下，做些小生意，都在马场那边，你们照顾起来也方便。太好了，沈娘想得如此周到。她一点也不嫌弃，也不觉得从商丢脸。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学好本事，改善家里的条件。时光飞逝，很快就来到了文德6年4月。小福宝已经6岁了，个子也是长高了一大截。3胞胎也已经2岁半了，现在都能跑了，院子已经关不住他们了。每日也是调皮捣蛋，淘气得很。沈飞的好脾气都没有了，真是化成了河东狮，每日都是在练他的狮吼功。进城的路上，太子和唐之陵2人都骑在马上。六叔，明日进宫参加我小儿的满月宴。放心吧，我们家一定准时到。2人穿着戎装，远处看着还真像个武将一般。进城之后，2人带着一行人在朱雀大街策马奔驰着。到了皇城附近，唐之陵才和太子分开，转身回到了荣王府。今日进府，发现并没有如往日那样听到孩子们的吵闹声。李嬷嬷，王妃呢？王妃带着3位少爷去书院了。好。唐之陵放心了，直接去洗澡了。唐之陵就算去了军营，但是也是喜欢干净的毛病不改。到家的第1件事就是去沐浴更衣，不管是什么时候。等换好了衣服，他一身清爽地吩咐道：无丹无恙，咱们也去书院看看王妃。马车很快就到了福宝书院。唐之陵从马车上下来，竟然看到福宝书院的上空飘出了白烟，而且书院的墙头上还趴着几个少年的脑袋。唐之陵一眼就发现了，那些是国子监的学生。
只是他们趴墙头是看什么呢？唐之灵跨步往学院里走去。此时沈飞正穿着干净利索的衣裳，在给一帮小屁孩做实验。只见沈飞手上戴着一个透明的手套，上面有些液体，他拿了一个火折子靠近手上，霎时间手掌上出现了一团火焰，火苗一下子窜得老高，引起了孩子们的尖叫。娘，你个手着火呢！火苗只着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灭掉了。这个表演叫火焰掌。楚玉红瞪大眼睛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沈娘，你太厉害了，手上有火不烫吗？阿姐，这是什么原理？哼，化而生万物，学以致无穷。小福宝坐在一边，仔细地琢磨沈飞话中的含义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玩到这里了，剩下的时间咱们去吃烤全羊，有2只呢，咱们去吃个够。好，太好了。是啊，那边一直冒烟，还有肉味，我都馋了。要不是沈父子实验太有意思了，我早就忍不住了。沈飞的书院除了他自己的孩子和亲属家的之外，还有10名是从外面招收的小孩。只不过这些孩子都是贫苦人家出来的，当初也是看上了沈飞那一条减免学费的条件。经过一轮考试，沈飞选了10名最有算学天分的孩子收下了。沈飞来到书院之后，大言不惭地给自己选了一个称呼，让学生们叫他沈夫子。他有时间的时候就来学校教孩子们一点化学知识。趴在墙头的那些国子监的学生都羡慕地看着隔壁的小豆丁们，有的吃，有的玩，还有的学。这么好的待遇，他们也想要。小姨姨，羊肉真好吃，喜欢就多吃一些。沈飞已经发现了，朱家的这个小孩总喜欢黏着小叶子，是小叶子的跟屁虫。小福宝曾经提醒他，让他注意朱玉安，这小子没准在打小叶子的主意。沈飞则是没当回事儿，毕竟他们都太小了。况且沈飞并不排斥2个孩子从小培养感情，青梅竹马的感情也不错。在古代多是盲婚哑嫁，2夫妻从前甚至都没见过一面。沈飞可不喜欢那样，他希望他的2个女儿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自己谈恋爱，找他们心动的男子。沈飞的目光看向花花，觉得可能只需要考虑1个女儿，毕竟上辈子的师姐是个不婚主义者，不知道这辈子的花花会不会考虑婚姻。唐之灵进来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么热闹的场景。还没到休假的日子呀。唐之灵制止了众人要行礼的动作，示意他们继续吃。他快步来到沈飞身边。明日去宫中参加太子小儿的满月宴，所以我们就回来了。太子现在已经有2个儿子了，长子是郑良娣生的，现在已经8个月了，次子是小侍妾生的，生母的名分不高，所以孩子是太子妃亲自养的，也相当于是太子妃的孩子了。所以这个孩子的满月宴，太子妃打算办得隆重一些。来，坐这边，尝尝新鲜的羊肉，都是现杀的羊，嫩着呢。小福宝坐下，一边吃着烤肉，小眉头是皱在一起的。这喜丧礼已经大办了，满月就应该低调才对啊。小福宝想到太子妃和皇后的身份，叹了一口气。算了，先这样吧，让他们折腾吧。是指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？没有。对呢，吃完烤肉，咱们去城外跑马吧。铁蛋在学堂念书没有多少天分，但是在武功上确实很有天分，就是杨少奇都没有铁蛋高。世子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好，咱们3个一起。杨少奇的小叔叔杨昭已经被点了驸马，嘉惠公主的驸马。皇上那时候调查了杨昭，还真发现这杨家不错，就是归德将军杨策这个人都很有才能。加上杨昭没有通房小妾，父母双亡，长嫂方氏也是通情达理的人。皇上有一瞬间觉得这么好的人选给他的大公主千荣也不错，但想到人选是小福宝亲自挑的，他还是不敢换了。于是在杨昭和嘉惠公主见面之后，就给2人赐婚了。杨昭因为守孝没办法立即完婚，所以婚期就是守孝之后再举行。杨家出了个驸马，也算是一个喜事。杨少奇自那之后来荣王府更是理所当然了，加上他从前就喜欢追着小福宝一起玩，现在更是什么事都喜欢凑在一起。楚玉红现在已经11岁了，长大了不少。他本想送弟弟们和堂弟亲近的，可是他2个弟弟都太文弱了，性子有些闷，不爱围着小福宝转悠，这让楚玉红很无奈。
楚玉溪和楚玉泽两哥俩在书院更多的时候是待在一起玩的，楚玉红教也教不会，所以也只能放弃这个想法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是福宝堂弟的亲人，有这一层关系在呢。其实楚玉红是想多了，小福宝怎么会不管他们三兄弟呢？就是那暗中想要伤害他们的人，小福宝已经解决了好几批了，只不过是几个孩子不知道罢了。小福宝想到赵家的人暗中想要除掉楚敬宗的孩子，就闹心得很，气恼的同时又有些无力，毕竟双方都有错，不过也不能让赵家一直都这么步步紧逼。看来这赵家要好好的敲打敲打了。宫中有人给你下了帖子？是，太子哥哥给的帖子，我就带弟弟们来了。小福宝听到是太子让人来的，稍稍的安心了一点。一会儿到那宫里，你们3个就跟着我。好，福宝弟弟。众人一起进了皇宫，一行人浩浩荡荡的，都是一群小萝卜头。进宫能带的人有限，所以这些孩子只能是沈飞和唐之玲两人自己盯着。到了东宫，已经来了好些人。唐之玲带着小福宝等人去专门招待男客的宫殿，沈飞则是带着2姑娘和3胞胎一起去太子妃那里。两人也都算是大部队，很引人注意。沈飞带着孩子刚刚走近，立即有宫人禀报：荣王妃到。见过太子妃。六婶不必多礼。太子妃抱着二皇孙，好像这是她亲生的孩子一样。二皇孙才满月，小孩不胖，睁着眼睛被太子妃抱着也不哭闹，显然是熟悉这个怀抱的。太子妃是没生养过的，现在抱得这么娴熟，一看就是平时没少照顾二皇孙。二皇孙这小模样和太子还真像。是啊，很像太子呢。3个弟弟已经这么高了，我总听太子说弟弟们长得好，如今一看外貌果真不错，和太子也有几分相像呢。他们的眼睛和太子有些像，楚家人的眼睛好像都会像一点儿。六婶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啊。太子妃和沈妃寒暄一会儿，就陆续有人进来了。沈妃也和众人寒暄，做一些表面功夫，时不时还要照顾3胞胎，防止他们捣乱。主动和沈妃搭话的人不多，沈妃也不无聊，她是竖着耳朵听着别人聊八卦。花花此时和沈妃一样，安静地坐在一边，也不顽皮。小耳朵和沈妃一样，听着别人讲宫里的流言，什么皇上宠爱了哪个美人，谁又被罚跪流掉了孩子，谁又被谁截胡争宠。总之，有女人的地方，有意思的事儿就不少。小叶子则是不喜欢听这些，她则是自然和宫里的公主们玩了起来。终于到了宴会开始的时候，众位后宫嫔妃还有一些被邀请进宫赴宴的外命夫人被请到了宴会厅。沈妃的座位安排在居中的位置，这次后宫的妃子来的不少，所以他们的位置要比较靠前。沈妃坐下之后，一边是2个小闺女，另一边是3胞胎，就她的桌子是非常的长。好在这时候3胞胎也玩累了，现在也饿了，都老实的坐在桌前等着开饭。皇后是最后出场的，她和太子妃2人坐在上首。这时候有宫人急匆匆的跑了进来：皇后娘娘，太子妃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何事这么大惊小怪的？皇后娘娘，有小带煎饼吧？荣世子落水了。你说谁？你是说荣世子？除了荣世子，还有泽少爷，他们掉到荷花池了。太子妃的嘴角轻轻翘起，但是很快就隐藏下去了。沈妃无暇顾及其他，急忙站起来就往外冲。等沈妃到了荷花池的时候，发现小福宝已经上岸了，身上也披着小毯子。小福宝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你吓死娘了！娘，你快救救玉泽，救救他！沈妃转过头，才看到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楚玉泽。这时候，太子等人也赶到了荷花池这边。泽弟，快请太医，请太医！沈妃知道落水之人的急救只有那几分钟。红儿，你让开，让我试一试。师娘，你救救我弟弟！沈妃胡乱点头，然后给楚玉泽调整了一个姿势，开始给他做心肺复苏，然后又给他做人工呼吸。众人看着沈妃直接上嘴亲楚玉泽，都是面面相觑。不过沈妃都能生下楚玉泽了，又是他的长辈，倒是没有人说些恶心人的话。我来按压。好，按照我之前的做。这时候太医来了，立即道：还请荣王妃和王妃尽快离开，让下官看看。沈妃不管太医的话，依然做着人工呼吸。太
太子殿下，这……六叔六婶，是不是让太医先看看？沈飞不管人群的议论声，一连几次深呼吸之后，给楚玉泽渡气。终于，楚玉泽咳嗽一声，吐出一口水。哎，活了！哎，竟然活了！太子妃刚刚赶过来，就听到活了。沈飞把人救醒之后，就把位置让出来了。有了，太医给玉泽看看。李太医这时候也不敢托大，态度也软了下来。好，下官这就看看。李太医连忙过来给楚玉泽把脉，沈飞则是不管楚玉泽，来到了小福宝的身边。现在才4月份，湖水是凉的，小福宝身上都湿了，要是没有及时换衣服，会冻感冒的。小福宝，咱们去换身衣服。李嬷嬷，去把世子备用的衣服拿过来一套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这时候就听到了一连串的脚步声。皇上驾到！小福宝落水了，救上了没有？人在哪儿呢？参见皇上！参见皇上！万岁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众人这么一跪，就把站着的小福宝给露出来了。我没事。皇上根本不管别人的目光，直接来到小福宝身边，从上到下的摸索了一遍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等发现里面的衣服还湿着，立即恼了。荣世子的衣服还湿着的，怎么不给他换衣服？要是得了风寒怎么办？父皇，我这就安排福宝弟弟换衣服，顺便让太医也给他把把脉。皇上这才注意到众人还跪着呢。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众人都起来之后，眼神都在皇上和小福宝身上来回打转。他们看的是清清楚楚，荣世子不跪皇上，皇上竟然也能容忍。还有，荣世子今年已经6岁了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，到了知礼数的年纪了。参加宴会的几个大臣心中各有思量，后宫的嫔妃想法也不少。毕竟二皇孙的满月礼皇上没来，荣世子落水了，皇上却眼巴巴的亲自来了，还如此关切和着急，这就不寻常了。知道小福宝受宠和亲眼看见他如此受宠是两回事。小福宝和楚玉泽2个小孩很快就被带下去换衣服了。满月宴因为这个小插曲也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人好好的，为什么会落水？太子，你说说是怎么回事？太子知道皇上是生气了，所以回答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。父皇，儿臣那时正在招待宾客，不知福宝弟弟是什么时候出去的。皇上瞪了一眼太子，显然是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。沈妃其实也好奇呢，他小声问唐之陵：“你怎么也没看出孩子？”唐之陵也是一脸无辜：“这小孩子出去玩，我也不能时时刻刻都看着呀。”唐之陵有些心虚的避开沈妃的眼神，他知道小福宝熟悉皇宫，就没管他。他觉得小福宝那么大一个人了，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福宝，你派人去查查湖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。是，陛下。这时候换好衣服的小福宝和楚玉泽一起走了进来。楚玉泽小心地躲在小福宝的身后，他因为幼年的时候家中一下子发生了变故，人就有些胆小。现在有2个当事人在，皇上也就不绕弯子了。小福宝，你们为什么会去湖边啊？我是跟着他去的，谁料到那湖边，玉泽一下子就掉到那湖里。玉泽不会游泳，我就跳下去救人呐。你都不会游泳，还敢跳下去救人？小福宝是会游泳的，只是他不敢告诉沈妃，害怕他起疑心，只能闭嘴当个鹌鹑。皇上盯着楚玉泽，严厉地问道：“你呢？你去湖边做什么？”皇上对小孩子是没恶意的，但是对于牵连了小福宝的小孩就有些迁怒了。楚玉红见状急忙跪了下来，他拉着楚玉泽也一起跪下：“泽弟，你说你怎么去了湖边？你是第一次来东宫，又不熟悉路，怎么就去那里？还有，好好的为什么就掉下去了？”楚玉红看似是问话，但又把可疑的地方问出来了。毕竟楚玉泽不熟悉东宫，一定是有人针对他们才把他引出去的。我找不到哥哥，有个太监说我哥哥在湖边等我，我就跟着他过去了。后来我感觉腿上一疼，人就掉到湖中。楚玉红见此，立即拉开楚玉泽的裤腿，看到了一个红印子。皇上，泽弟的腿上确实有个红印子，想必是有人从远处用暗器打的，才让弟弟落水。
还有，我不过是出宫这么一个空档，就有宫人来诱骗我弟弟。这人应该时刻关注我们兄弟三人，这是有人针对我们兄弟的局，想要我们的命，还请皇上为我们做主。皇上很纳闷，一开始生气是气有人针对小福宝，现在知道是针对老三一家的孩子，就很奇怪。这老三都是庶民了，对付他的孩子有什么用？放心，朕一定会查清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谢皇上。太子妃听到皇上要亲自派人查，心中有些不安。他也没想到那些人这么没用，竟然还留下了证据。要是没有腿上的伤，那就能推到小孩子顽皮失足落水上。现在被楚玉红给点出来了，反倒是不好办了。太子妃紧张地攥着帕子，被皇后看个正着。她的心里一紧，心中也有了大概。皇后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还得好好的和太子妃聊聊，还有背后扫尾的事还要她来做，否则真的被皇上知道了，只怕太子妃的位子保不住了。一个子嗣艰难的太子妃本就惹皇上不满，现在还出手伤人，皇上怎么能容许？到时候只怕这太子妃的位置还真就得换人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宴会也散了，沈妃带着楚玉红三兄弟一起离开皇宫。皇上把太子单独叫到勤政殿，才开口询问：今日的满月宴为什么要请楚玉红三兄弟？父皇，我没有给玉红他们送帖子，他们三人怕不是福宝弟弟带进来的吧？皇上皱着眉头，或许还真是这样。小福宝要是愿意带，还真没办法。总之，你以后记住了，不要和老三家的孩子太亲近。是，父皇。还有，太子妃抱养的那个孩子，你要一视同仁，也不能冷待了大皇孙。太子微微点头，皇上挥了挥手，让太子下去了。皇上坐在龙椅上，闭眼仔细地思索事情的前因后果。这时候，冯宝弯腰走了进来。皇上，有消息了。是谁动的手啊？皇上，引路的小太监已经上吊自尽了。自尽了？那个太监是哪个宫的？皇上，小太监只是负责洒扫的。是东宫的太监？是。皇上知道是东宫的人，心里有了怀疑的目标。不是他后宫的人，太子后院的人就那么几个，和老三有仇的人，这就很好猜了。皇上，奴才听守宫门的守卫说起，荣王府一家也好奇楚玉红三兄弟为何会进宫。楚玉红称是太子下的帖子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看来得找皇后谈谈了。太子妃这个位置可马虎不得呀，赵家呀赵，有点难办呐。沈妃亲自派人送了楚玉红三兄弟回了城外马场。众人进府之后，沈妃吩咐道：小福宝留下，你们全都回自己的院子去。娘，你干什么？要和哥哥说悄悄话吗？走了，别捣乱，再不走小心挨揍。小叶子看了沈妃一眼，想起被沈妃打屁股的场景，立即点头。妹妹，我和你走，咱们去你院子玩吧。不去我院子，去你那边玩。也行。等人都走了之后，沈妃才开口问道：小福宝，你知道今天错在哪儿了吗？他今天要好好的给小福宝立立规矩，这小子越长大胆子越大。娘，我知道错呢。小福宝很干脆的认错，让在旁边等着看戏的唐之灵很无语。他还以为这小子会反抗呢，可是竟然直接认错，真是太滑头了。果然，沈妃听到小福宝认错了，态度好了一些。仔仔，救人没有错，但是娘希望你是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才救人的，任何人都没有你的命重要，明白吗？娘，我当时就是太着急呢，我答应你，以后都不会呢。知道就好。沈妃揉了一下小福宝的脸，然后又继续唠叨的叮嘱了好些话，才让他下去。唐之灵在旁边听着，心里已经酸成柠檬精了。他觉得沈妃现在变得很唠叨，他其实很想说，对小福宝不用交代那么多，小福宝自己就懂的。不过这话他是不敢说出来的。果然，小福宝回到了西院之后，完全没有在沈妃那里的温顺了。此时他的眼中已经有了肃杀之气。齐慧，
去把宁侧叫来。是，主子。小福宝坐在软榻上，想着当时一动不动的楚玉泽，心中恼火。这些人太过分了，几次向老三下手他都没有计较，可是他们的手倒是越伸越长了，都敢在宫中公然动手了，还对小孩子下手。可恶！看来他是太心慈了，给了那些人膨胀的胆气。葛太妃造的孽，他不也是被要死了吗？他也没有计较，毕竟一报还一报。看来只能断了某些人的臂膀，才能让他们安分了。令策很快就被叫了进来。参见师尊。给你个任务，去搜寻一下皇后娘家的罪证，越详细越好。这次不用管赵氏官子低的，那些小虾米不重要，我要理查赵国公，明白吗？令策想到是皇后娘娘的赵家，心中发麻。国公府赵家在京中的显赫程度，长安城的百姓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是，属下领命。不过什么？说。赵国公的罪证恐怕要慢慢搜罗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还有，这些消息不要让皇上的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是。出城的路上，楚玉红搂着失而复得的弟弟，还在仔细地分析今天的事。大哥，皇宫太危险了，咱们以后不要去了。楚玉熙今天也是吓住了，他已经8岁了，懂得也更多。大哥，我觉得今天的事有些蹊跷。你仔细说说你的想法。大哥，我听说今天根本不是太子哥哥请咱们去的。哦，是谁说的？太子哥哥吗？不是，我那时候藏在暗处，说话的工人没有注意到我。他们偷偷议论，太子妃借着太子的名义请人，还请个庶民参加宫宴，也是奇怪。我当时还想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可是，泽弟出事了，我觉得就不正常了。楚玉红的脑袋转得更快了，一下子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，不想弟弟们牵扯太多。好，这事你知道就好，谁都不要说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有人不想咱们活？放心，有哥哥在。大哥，我现在还太小了，不能着急，咱们以后也和皇宫里的人远点儿。你和泽弟以后在书院好好学习，一切小心行事。大哥，六婶对咱们好，她会保护咱们吗？泽弟，你要谢谢六婶，要不是她，你就活不了了。楚玉红也是很感激沈妃，她是整个皇室人中主动帮助他们兄妹几个的，这份感激她楚玉红永远记得。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难道老大的孙子出了意外？要是那样可太好了。楚玉红看到哈哈大笑的父亲就很无奈，他很想告诉他，皇上的孙子没事，是你差点没了儿子。楚玉红知道他们这有很多皇上的眼线，一言一行或许都被监视着，而父亲还这么没心没肺，总说些大逆不道的话，不怪皇上责罚父亲每天清理马圈掏马粪。父亲，咱们回去说。楚敬宗见到大儿子沉着的小脸儿，就知道是真出事了，他也收起了玩笑的意思。他被圈禁2年多了，脾气磨掉了不少，现在也会服从皇上的命令。这2年他能看出大儿子为他们家的付出，所以他也争取不犯浑，不惹事。走吧，进去说。泽弟、西弟，你们2个先回去，我有事和父亲说。好，大哥。于是2人都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说吧，宫宴发生了何事？有人在宴会上趁我不在，把泽弟骗到了湖边，害得泽弟差点淹死。什么？是皇上找人动的手？楚敬宗怒目圆睁，气得转圈圈。一定是皇上反悔了，想要处死咱们一家，明面上不好动手，就来暗的。卑鄙，太卑鄙了！楚玉红扶住额头，他真的搞不懂父亲的脑子呢。脑袋这么空，那么当初和黄伯父抗衡、搅弄朝局的人，真的是父亲吗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楚玉红突然好奇了，于是也没忍住问出来心中的疑惑。父亲，当时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养那么多私兵的？还有那些年你从哪里筹到的军饷和武器？我是王爷，下边的人自然会给我办。还有我身边的能人辈出，幕僚多的是，给我出主意的人多了。还有苏先生。哎呀，总之给我办事的人多了，都不用本王亲自吩咐，就有人送上门了。益州刺史是个能干的，几处铁矿都是他给我找的。那些年王府势力雄厚，皇上都得忌惮我几分，哪里像现在整日掏大粪。
楚玉红这一刻觉得父亲也挺可怜的，那时候没少被人利用吧。楚玉红想起益州刺史，心中浮现了一双仇恨的眸子。那是个白净的少年，可是看他们兄弟眼中也满是恨意。他暗中查了他的底细，知道了些内情。父亲，你认识谢承业吗？谁呀？不认识。就是巴东郡首富谢承业，你真的不认识？哼，小小巴东郡，本王还不放在眼里。楚玉红知道父亲这人自大得很，他说不认识那就是真的，也没必要和他撒谎。好好的，你问什么姓谢的？咱们说的是皇上，这次的事我一定要向他要个说法。想要咱们死，明说呀，总是在背后搞那些小动作。老大这人就是小肚鸡肠小心眼，现在竟然都对小孩下手了，卑鄙无耻。楚静红太无语了，父亲永远抓不住重点。他觉得父亲想要皇位不是多想要那个位置，而是想和皇上一较高下。毕竟父亲文章上不精通，更喜欢操练军队。在益州的时候，他倒是整日泡在军营中，把事情都交给幕僚们或者军师苏先生，是个不爱操心的主。楚敬宗没有看出儿子同情的眼神，讨伐起皇上来就滔滔不绝，说了好些皇上的小毛病，甚至连皇上小时候打翻了他的砚台都拿出来说了。皇上那人面上是个老好人，其实心也黑着呢，在父皇面前就是好大哥，从小就会讨巧卖乖。哼，他就是看我活着不顺眼，现在拿小孩子开刀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小福宝告状，让他收拾老大。莫九，快去给荣王府送消息，我要见世子。是，三爷。莫九听到吩咐之后快速的离开了。留在房间里的楚玉红也是很无奈，他本想和父亲好好的讨论一番的，可是父子性子太急了，说事儿都说不到点子上。楚玉红相信皇爷爷一早就没有把皇位传给父亲的意思，至于为什么选父亲当皇伯父的磨刀石，是这块石头最好用，没有威胁不说，气人的本事是杠杠的，用它磨练当时是太子的人选真是太明确了。楚玉红突然有些同情皇爷爷，这么个儿子一定是操了不少心。楚玉红知道父亲靠不住，他只能是自己分析了。那名逃脱在外的苏先生隐藏的还真是深呢。还有益州刺史鲍恒，这人虽然被处死了，但应该还有些族人在的，或许可以派人查查里面是不是有内情。还有今日这事是不是太子妃干的？若是太子妃的意思，他针对他们三兄弟是为了什么？楚玉红有很多事情做，无奈手中没有人。楚玉红觉得他现在就要努力赚钱，然后才能买些厉害的下人。西弟，有件事要你做。大哥你说。西弟，以后你和泽弟两人和莫九他们学武吧。为什么不和父亲学？呵呵，父亲哪有莫九他们厉害，他不过是花拳绣腿。好。皇宫坤宁宫，皇上今日没有翻任何妃子的牌子，而是直接来到了皇后的宫殿。皇后听到宫人通传皇上驾到的时候，心就是一颤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皇上这时候来可是用了晚膳。皇上指着旁边的坐榻示意他坐下来。皇后，咱们说说心里话。皇上想和臣妾说什么？皇上把手中一直把玩的串珠放在小桌上，发出了啪的一声。宫殿内的宫人都吓了一跳，皇后的心也是咯噔一下，但很快脸上又带上了笑意。你们都下去吧，不必在屋里伺候了。宫女和嬷嬷都退了出去，皇后这时候才开口：皇上想问什么就问吧。皇后，今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？皇上是问楚玉泽落水的事。这是太子妃的主意，还是你的意思？皇上冤枉啊，臣妾真的毫不知情。皇上。皇后，葛太妃是怎么死的，想必你也清楚，也算是给那没出生的孩子偿命。你们赵家揪着老三一家不放，难道是想告诉世人，是朕处死了葛太妃？皇上，臣妾不敢，不敢。不敢？赵家已经出手几次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知情？皇上之所以会这么气愤，不是他心疼益州王一家，而是赵家纠缠这件事就会引出当初皇后重病，那么就会牵扯出葛太妃重病突然去世的事。葛太妃毕竟是个太妃，是先帝的妃子，还是有儿子的太妃，随便就被皇上下药害死了。
朝臣或是百姓知道了，皇上的名声也就毁了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不知啊。总之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赵家那边你也说清楚，告诉他们，要是再敢伸爪子，别怪朕不客气。是，皇上。皇上站起来，在离去前再次提醒：太子妃要是这么糊涂，太子妃就别做了，换人来当。皇上离开之后，皇后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上。皇后在房间中闷了几个时辰，才把下人喊进来。皇后娘娘，徐嬷嬷给宫外传个消息，让我哥哥明日进宫。是，皇后娘娘。皇后想到太子妃，叹了一口气。走吧，和我一起去东宫走走，看看太子妃。皇后娘娘，要是想见太子妃，何不把太子妃叫过来？徐嬷嬷说的不错，皇后的身份确实不必对太子妃如此小心翼翼。皇后摇了摇头，她和这个侄女终究是有了裂隙，否则她不会被赵家瞒得死死的，动手之前都不和她这个姑母商量。这个侄女和她是离了心了，恐怕就是她哥哥对她也有了意见吧。妹妹和女儿比起来，还是女儿更亲一些吧。皇后心事重重地去了东宫。太子妃，今天的事是不是你的手笔？太子妃的身子一顿，但很快又放松下来，脸上又挂上了笑容。姑母，那事怎么会和我有关系？我和那几个庶民又没有仇恨。宁寒，你是不是在怨恨我？啊，姑母说的哪里话？我怎么会怨恨姑母？毕竟那件事谁也不想发生的，姑母不提我都忘了。皇后本想今天好好的和侄女谈一谈，把话说开说透，分析出其中的利弊关系，可是她搭了梯子，太子妃不接也是没办法，剩下的话皇后也没办法说出口了。哦，不是你就好。行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恭送母后。皇后也是有脾气的，她是皇后，是国母，亲自上门见太子妃，还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冷钉子，她的耐心也没了。皇后走后，老嬷嬷来到了太子妃跟前。娘娘，皇后来了，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想劝我收手吧，不过让我把话给堵回去了。娘娘，皇后也是好意，您这样恐怕皇后娘娘会心中不满啊。不用管她。娘娘，今日咱们确实是仓促了，引路的小太监死得那么及时，想必是皇后娘娘出手帮忙的。姑母不得不帮忙，是让我们都姓赵呢。荣王府主院，到了就寝的时候，沈妃正坐在镜子前，开始在脸上涂涂抹抹。哎，沈妃，你这每天都擦的什么呀？还擦了好几层。春天可太干了，我要好好保养一下。快速的擦完脸，然后迅速的蹬掉了鞋子，钻进了被窝，摸着唐之灵的腹肌，感叹道：哎呀，我都20岁了呢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呀。你才20岁就感叹岁月不饶人了，那你让那些40、50岁的人怎么办呀？也对。哎，对了，你那药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我都开始吃上了，就是还不知道好不好用。那你不早说，好用不好用咱们试试就知道了。说完，唐之灵掀起被子把沈妃蒙住了。翌日，唐之灵神清气爽的起来，看过了三胞胎和小叶子之后，才骑马去了城外军营。沈妃是日上3竿才行，这时候就听到了敲门声。王妃起了吗？进来吧。王妃，是花花小姐找你呢，已经在外面等了很久了。让她进来吧。很快花花就走进来了。花花已经5岁了，现在也是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。花花有什么事吗？花花有些羞赧，毕竟第一次开口。我想要点钱。行啊，你要多少钱？尽管说。要50两左右。没问题。这时候藏在外面的4个小脑袋不干了，立即也闯了进来。我也要。小叶子，你要钱干什么？妹妹都有钱呢，我也要。哦，那你打算要多少？500两。小叶子，你知道500两是多少钱吗？就敢要这么多？不知道。
但是我要比妹妹多，我是姐姐。不行，你们几个一视同仁，钱也要一样多。那也给我50两吧。沈飞不信任地看着小叶子。不行，娘，不能比妹妹少。这时候，小老二恒儿也发话了：“我们要一视同仁。”接收到哥哥暗示的小老三寻儿和小老四义儿也乖乖跟上。我们要和姐姐一样。沈飞站起来看着几个小豆丁，哎呦，还知道一起抱团反抗他了。李嬷嬷，别的府中给少爷和小姐的月钱是多少？啊，回王妃，每月2两银子。只有2两，是不是太少呢？那行，你们的月银也是2两。那妹妹也是2两吗？你们是一样的。那以后我们的赏赐可以自己收着吗？行啊，以后你们的赏赐自己收着，但是那些赏赐是会登记入册的，好些个东西更是公众御赐，是不能随便变卖的。要是让我知道你们拿出去卖钱，小心你们的屁股。娘，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的保管的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月钱每月初1发给你们。太好了，娘你真好。李嬷嬷，一会儿你去账房那支出50两银子，偷偷的给花花送去。是。记住，不要让小叶子看到。是，王妃放心。沈飞点了点头，才继续吃早餐，吃到一半才想起来，小福宝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今天不是放假吗？他没过来。奴婢听说这皇上新送了一匹浑身雪白的小马给世子，世子带着铁蛋出城了。哦，行。王妃，刘管事和张管事到了。好，请2人去待客厅。是。沈飞先去书房拿了他的宣传方案，才走进待客厅。参见王妃。不必客气，坐。我今天叫你们来有些事想问。张管事，熊猫馆那边的情况你说一说。王妃，那边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，现在啊正是樱花开的时节，道路两边的花都已经打了花苞，想必花朵全开的时候，宝华山那边会非常漂亮。熊猫馆新来的几只熊猫都还适应吧？目前还只有毛毛最温顺，新抓来的3小只还在适应。那些商铺怎么样？全都租出去了吗？王妃放心，现在啊铺子已经全都租出去了，好些小商贩都是宝华寺附近村民家租的。好，能帮助那些百姓创收也是好的。王妃，现在咱们的熊猫还没有展出呢，来宝华寺上香的人也会顺着山脚那一条路逛逛。现在街道两旁的商铺早就开始营业了。很好，看来咱们的开业庆典能热闹了。沈飞把早就准备好的宣传方案拿了过来，递给2人。你们看看，这是我做的开业计划，你们瞧瞧有什么需要补充的。张光真急忙站起来接，谁料没拿稳，只拿住了一角，剩下的部分落下来，长度都垂到地面上了。王妃，上面的内容似乎很多呀。是，里面有些促销手段，你们带回去看看，哪种合适就用哪种。刘三全也凑了过来，看到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，也知道要仔细斟酌一番。是，王妃，我和张管事研究看看。行，那你们先下去吧。张光真和刘三全不再停留，快步离开了王府。随后的日子，京城因为荣王府又热闹起来了。这天，沈飞亲自来学堂接孩子们放学，顺便也给沈玉带了些东西。这1年多时间，沈飞时不时的会来太学看沈玉。沈玉如今已经是个16岁的少年了，个子不仅长高了，而且现在也是一名秀才了。阿姐，你来了。沈玉从前想和沈飞保持距离，不想连累他，可他又在沈飞的身上感受到亲人的疼爱，所以也就不再抗拒。给你带了些吃的，又让方姑姑给做了2身新衣服。谢谢阿姐。和姐姐有什么客气的？好了，你继续看书吧，我去隔壁接孩子们。好。沈飞带着仆人转身离开了太学。沈飞走后，沈玉的同学陈清善就走了过来。沈玉，你姐姐对你还真不错啊。沈玉点了点头，没有反驳。沈玉，要我说呀，你就是不会利用。要是我有个王妃姐姐呀，我一定会扒上去下不来的，哪像你一样像个木头一样。哎呀，人的感情都是相互的，你再这样，
小心啊，以后人家不搭理你了。青山，我知道怎么做，谢谢你的建议。沈飞来到福宝书院，两位夫子都走出来迎接了。到了下学的时候，那些不住在学院的学生都离开回家了。沈飞今日还有另一层目的。裴先生、夏先生，马上就到国子监考试的时间了，咱们的学生学得怎么样？王妃，班级里有几个好苗子，赵萧、夏元良、阮策、刘思彤、李学民，这几个人都很不错。国子监算学往年的卷子已经给他们做过了，成绩都不错。沈飞满意了，他花了1年多时间，就等着今年出成绩呢。他还要他的书院一鸣惊人呢。王妃，其实孙展祥的成绩也不错，就是年龄小了点儿。他不着急，今年不行就明年再说。想到熊猫馆开业，也可以让学生们放松一下，春季出去郊游也不错，就提议道：裴先生，放假的时候不妨带着学生去宝华寺游玩，那边我建了个熊猫馆，你带学生们出去转转。不瞒王妃，在下的同窗宋丽是青山书院的山长，他也邀请我2日后4月18这天去宝华山踏青呢。裴楚有自己的交际圈，沈飞很理解，但这个宋丽是青山书院的山长，算是校长了。这个时候约裴楚是凑巧还是另有目的？就单纯的踏青？你们2个？哈哈，王妃，自然不是。宋丽当年的成绩并不如我，知道我是福宝书院的夫子，已经相邀2次，我已推辞过了。这第3次属实不适合再推举，我已经答应下来。他这次也是带着学生参加，恐怕是想和老夫较量一番呐。裴楚知道对方的意图，但他并不担心。除了他教的学生很有天分，还有这几名学生虽然家境贫寒，但他们的资源很好，书籍和家世也不差了。就算会输，想必也不会颜面尽失，至少在算学方面他是有信心的。沈飞听裴先生这么说，来精神了。那好呀，就那天去宝华山，我给先生搭台子。那谢谢王妃了。